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4号，每天都有新情况。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下午的时候，有美国媒体说，伊朗这边的地面战已经开始了，有数千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已经越过了伊拉克和伊朗边境，向伊朗的西部山区进军。It's big. A U.S. official telling Fox thousands of Iraqi Kurds have launched a ground offensive in Iran. 而且，美国和以色列空军也已经轰炸了边境地区伊朗的军事基地、哨所和警察局，为地面战开道。如果这个消息为真，那么非常明显，库尔德军就是美军和以色列军的代理人，是他们出面帮助美以打地面战争。但是目前他们的目标还不是很清楚，到底只是以夺取伊朗西部的个别城市为目标，制造割据呢？还是说要牵制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力量，为伊朗内部的起义创造条件呢？也就是说，是不是 CIA 在伊朗国内还有别的布局？还是说就是这么直接、这么雄心勃勃，库尔德军就要直取德黑兰呢？就我目前的直觉来看啊，库尔德人在伊朗是少数民族，总数只有数百万人，所以他们应该很难维持一条漫长而且安全的后勤线。所以库尔德军要直取德黑兰啊，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应该目标是比较有限的，不容易打到德黑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地面战开始了嘛，这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会引起全局的改变。那么伊朗政权的变更，接下来就会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会比我们绝大多数人想的要快，当然也比中南海预料的要快。因为库尔德人发动地面攻势的消息是3月4号下午才出来的。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这个消息只是存在于社交媒体和少数媒体上，还要稍等一下啊，等待更加权威的确认。所以今天咱们还是先来聊这2天出的别的大事儿啊。有意思的是，有2个会议刚刚开了，在同步进行中。一个是伊朗的最高权力机构专家会议，它在圣城科姆市的大楼3月3号被以色列的导弹给炸了。有些报道说这个88名长老级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当时正在干嘛呢？正在大楼里开会要选出哈梅内伊之后的新的最高领袖。结果人刚一扎堆，以色列的导弹就飞过来了。大楼被炸这个消息已经被伊朗的官方通讯社给证实了，但是还不知道具体的伤亡人数。伊朗官媒说，这栋大楼早已经不被用来开会了但是一座没有用的大楼，以色列浪费弹药去打它干什么呢？因为这个大楼被炸了摆在那儿所以伊朗的官方媒体没有办法否认，只好承认了。现在呢，只是否认大毛拉们挂了这个事情。另一些猜测认为这些高级教士们就算不被连锅端了，但是呢，也伤亡惨重这是伊朗那边开的会。另外一个刚刚开的会呢，就是在北京召开的本年度人大政协两会。第14届全国政协的第4次会议已经在3月4号开幕了。王沪宁做了报告，习近平携另外6位常委和国家副主席韩正也悉数到场。3月5号的人大会议呢，也即将开幕，一切看起来中国这边是按部就班。但是今年北京开会的氛围肯定跟往年不一样。习近平和每位到会的代表除了脖子后面都觉得有点凉飕飕之外，同时呢，心里还有点慌因为确实许许多多突然的变故发生了。像伊朗这边的廉价石油来源现在断绝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线也受到了扰动，这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突发式的影响。而且伊朗这个关键的中共国际战略的支撑点突然坍塌了，中共受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夹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两会这种高度剧本化又预先排演好的会议，其实就显得特别没有意义了，其实就不应该开了。因为你准备好的那些议题在开会之前就已经过时了，你还开它干什么呢？就是为了显得稳定这个会还必须要开。所以我估计内宣外宣写手们接下来要重点构思的一个话题，就应该是习主席为何心中不慌了。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伊朗战况的进展。为什么对中共来讲，这一回真的是大难临头了？习主席不仅心中慌，而且是大慌特慌，慌的还不止他一个。因为普通人看到的只是中共的好朋友又少了一个，好像共产党关起门来加强维稳，还能够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是懂行的人会看到，伊朗政权所暴露出的结构性痼疾，中共也是有的。
那伊朗这一次的垮台呢，就相当于把中共自己的弱点也展示出来了。接下来咱们就仔细解释啊。3月3号挨炸的那个伊朗专家会议，它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是负责选举、监督甚至罢黜伊朗最高领袖的。这方面大家发现没有啊？它的地位其实就很像中共的中央委员会。那大伙儿想一下，如果中共中央委员会被一锅端了啊，对中共的打击会有多大？如果这个中央委员会它哪怕只是领袖操纵的一个傀儡，但是这样一个机构不能正常运作了，对中共会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专家会议它的职能比较单一，它就是选举和监督最高领袖用的，不像中共的中央委员会有更加广泛问题的决策权。但是呢，它对于最高领导层产生这个程序过程中的作用和中央委员会是一样的。从名义上讲，伊朗的这个专家会议是伊朗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又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专家会议候选人的资格是要经过伊朗那个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的，而这个委员会又是在最高领袖控制下的。这个委员会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最高领袖任命的，所以经过这么一个循环的套路，最高领袖通过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也就间接控制了哪些教士有资格参选这个8年一届的专家会议。那么这个专家会议其实也就起不到监督最高领袖本人的作用了嘛。至于下一任最高领袖是谁，在任的领袖可以趁活着的时候就早早安排好。所以这个专家会议虽然从伊朗的宪法意义上讲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伊朗的最高掌权者是谁啊？就是最高领袖本人。他是最高军事统帅，任命各个机构的领导人，又操纵了所有选举机构的候选人提名又有所有大事的最终裁决权，所以真正的最高权力就是在他手上。那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看穿没有啊？这种操纵方式和中共领导人操纵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很类似啊？都是看起来全过程民主，但实际上等于没有民主。所以霍梅尼发明的这套神权体制并不是真主教他的，谁教他的呢？共产党教他的。他很忠实地复刻了列宁的建党模式，只是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所以当导弹飞过来把这套体制撕裂给打残以后，伊朗能有怎样的应急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以及社会会有怎样的反应，就对未来中国社会很有借鉴意义了所以大家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习总书记心中相当的慌。伊朗的专家会议只有在当前这种特殊时刻，它看起来才像个最高权力机构，就是最高领袖突然间领盒饭了生前又没有明确定下接班人，这个时候专家会议就需要登场经过这么一个程序选出新的最高领袖。但是问题也来了很多朋友也在问，为什么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这些大毛拉们不能够开个视频会议呢？干嘛非要肉身扎堆跑到那个楼里面去开会，不是自送人头吗？其实这就是和中共类似的集权体制在危机当中所面临的独特困境。大家想想如果只是开个在线的视频会议，伊朗那个电磁空间对于美国和以色列完全是透明的，那非常容易就会被拦截信号定位，把这些大毛拉们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各个击杀，其实也不保证安全。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只是开个视频会议，这个表决的权威性怎么得到认可呢？所谓全党全军是怎么知道参加会议的人已经达到了法定人数？又怎么知道哪些代表不是被猫腻了、被封了麦不让说话呢？这个远程会议可被操作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作为一个内斗非常严重的组织，当对于突发的重大问题要做出决策的时候，对于信息来源的确凿性和权威性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在体制内部才能够达到贯彻和服从了。伊朗是这样，中共也是这样，这就是集权体制的一大软肋，而现在就被美国和以色列拿捏住了。美国和以色列现在所做的，就是在伊朗政权的不同部门之间和层级之间制造一段段的信息真空，让上级和下级部门的联系中断了上级为了保命也躲起来了，轻易不露面，那下级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需要不断去核实，这样整体的反应就迟缓了，那各个部分的反应也可能出现了不协调，那整个体制渐渐就失去了反应的能力。这里得提到，在集权的暴力系统当中，上级要控制下级这个指挥链要成立，靠的是两手，一手是拿着鞭子，一手是拿着饭碗。鞭子是上级执行纪律伤害下级的能力你正开着会呢，突然间纪委人员现身把你当场带走，现场无一人敢反抗，得达到这种效果。
拿着饭碗的那只手呢是财政控制，上级得有向下级分配资源的权利，两只手都得管用，这个指挥链才能成立。那么请问现在的伊朗政权这两手还管用吗？有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他自己就是摩萨德的线人，他多次躲过了暗杀。这次在哈梅内伊挨炸之前据说这位老兄是自称身体不适提前离开了，那马上就怀疑到他了。于是呢，这位老兄据说已经被伊朗当局逮捕处决了。那这样看起来，拿鞭子的这只手在空袭刚刚发生以后还是管用的。不过随着战争的进展伊朗这边损失越来越大这个点名名单上被勾销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纪律控制还是财政控制，上级对下级的难度都会变大。这个督战队他能够督战那是由于他们拿着枪站在前线部队的后面，谁敢临阵脱逃，他就现场毙了你。可现在这个督战队自己变成了前线，一开战他们就死光了，那么前方部队能够维持纪律多久就成了很大问题。但是呢，在这个集权系统里面，纪律的惯性它肯定会存在一段时间，士兵们要得到一些信息反馈得确认这个督战队已经挂掉了，他们不工作了，背后那个权威的身影没有了，才会大规模的开小差。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通过密集的轰炸，在伊朗的上级和下级之间制造信息真空，还得维持这种真空就很重要，得有一段时间让下级感受到上级的权威真的消失了他们才会转而采取观望的态度，才会瘫痪他们的行动意愿。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论，具体会什么样，现在的伊朗就是个大型试验场。伊朗这套体制复刻的是共产党，所以它所存在的结构性弊病在中共身上也有，同样的情况未来也完全可能发生在中共身上。那么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呢？那个专家会议挨炸以后，第二天就有消息说已经选出了老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新的最高领袖。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些大毛拉们，这些长老教士们自个儿都不露面，也不知道到底挂了几个。于是信息真空就会引来猜疑，猜疑就会引来观望。怎么个观望呢？伊朗高层自己就在观望在哈梅内伊刚刚被炸死之后，组建的那个高层临时委员会不是推出来一个代理最高领袖吗？名叫阿里里萨·阿拉菲。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这位老兄自己也没有出来公开表示接受或者拒绝专家会议的这个选举结果，甚至有的媒体说这位老兄自个儿就已经被炸死了。所以现在伊朗高层是一团雾水的状况就出现了至少2个中央，甚至有多个中央。那这个政权从高层崩溃的信号已经显现了。类似的情况其实中共以前也遇到过。1927年蒋介石发起清党运动，那一年的8月7号，中共中央在汉口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87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只有8个人，另外有3个候补中央委员。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正式委员有31个人，所以当时能够去出席会议的只占中央委员总数的大约1/4，其他委员不是被抓了就是躲起来了就和现在伊朗专家会议的大毛拉的处境差不多这个87会议呢，是所谓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但是党史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新中央的权威它并不是马上就得到了自发普遍认可的。当时的中共党员们的第一任务是活下来，还不是去争权。这个新中央和各地党支部的联系也不通畅，很多党员过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当时的中共呢，普遍是一种暂时服从加自寻活路再加观望的状态。其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路线混乱。但是即便是那个时候的中共处于生死存亡危机边缘的中共，比起今天的伊朗仍然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有共产国际权威的介入。87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召开的，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给了他权威性的加持。所以在会后呢，也以共产国际加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各地的党组织发了一系列指令。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通信拦截加精确定位和斩首，所以中共重建党组织的进程呢，还算是比较快所以中共在国民革命军躯壳里面发展出来的一些武装组织在那之后就搞了一系列暴动。南昌暴动是8月1号，在87会议之前。会后有秋收暴动、广州暴动、海陆丰暴动，有100多次暴动，有的暴动只持续了几个小时，没有能够占领大城市，只得上山打游击
所以这一系列挫败的也让新的中共中央的权威受到了很大挫折。最后是怎么个状况恢复中央权威的呢？是落草割据的各个苏区实力派慢慢成长起来，谁在兄弟伙里面拳头比较大，就比较受认可他就有资格来扮演中央。中共那个时候之所以没有彻底涣散掉最关键的还是有一个精神共主共产国际。先不管各个苏区实力怎么样，大家都听共产国际的苏联爸爸既是精神上的爸爸，又是金主爸爸嘛，基本上他认可谁是中央，谁就是中央。但是不管是现在的伊朗还是日后的中共都没有可以依赖的外部权威了。遇到危机以后，能不能够维系住组织，就全靠自己了。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更像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操纵了部分专家会议的成员之后自己推举出来的接班人，就如同伊斯兰历史上的那个马穆鲁克当权所拥立的苏丹一样。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是伊朗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在权力交替的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一支力量，也是反美态度最为坚定激进的一支力量。所以美国以色列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就快速推进到了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的阶段。3月4号得到证实美国已经出动了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对伊朗进行空袭。这是一款有70多年历史的老机型了，优点没有别的，就是够夯够大，载弹量大能够携带30多吨炸弹。它是火力洗地的最佳工具，它的出动不是要精确打击，而是火力倾泻，所针对的就不再是高价值的点目标，而是面目标。B-52 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它个头太大，雷达在老远就能看得到，所以出动 B-52 也就表示着伊朗领空对于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完全安全了，伊朗的防空体系已经彻底报销了。3月4号 B-52 倾泻火力的重点目标是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这也就说明前面所讲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第二阶段空袭目标很可能就要完成了，也就是把伊朗的导弹能力完全归零，这个目标应该接近完成了。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关键是打掉它的发射装置，把固定发射井炸掉以后，就是要捣毁伊朗的导弹发射车，这样伊朗就算还有导弹库存，它射不出去嘛，等于也就没有用了。而且要在导弹发射之前尽量就解决掉它。这样的话呢，美国和盟国连拦截都不用了，连那个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导弹的钱都省了。这2天伊朗的导弹反击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快速降低。3月4号比起2月28号开战当天，伊朗所发射的反击导弹下降了 86%。不一定是它的导弹库存都消耗光了，很可能是发射车被干光了。那这个目标，川普预计要用几个星期实现，现在看呢，1周左右就可以达到了。那么接下来就转入第3阶段，实现伊朗的政权变更。这个伊朗的毛拉政权严密控制社会几十年，早已经形成了像神经网络一样复杂的组织系统，光靠轰炸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不足以把老百姓从控制当中解脱出来的，需要地面攻势。只不过呢，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派遣地面部队，于是库尔德人就登场了。库尔德人聚居在伊朗的西部山区，有消息说中情局早在空袭开始之前很久就把武器运送到了当地。库尔德军地面战的目标很可能包括了迫使伊朗军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动员集结离开城市，就给了美国集中摧毁他们的机会他们就成了 B-52 倾泻火力的目标。这的确是非常狠的一招。这个地面战它的政治压力会比空袭更加紧迫，因为地面占领就会直接取消原来的统治，哪怕是只占领部分领土，这个心理的压迫感也会很强，也会促使伊朗统治集团内部加速分化。这个地面战能够推进到多远，是接下来几天要关注的重点。那问题又来了，哪怕做到了这一步，是不是就意味着伊朗可以顺利变天，人民就奔赴自由了呢？实际情况会比这要复杂，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就算伊朗这个神权政府的神经中枢被瘫痪掉了，但是它在一些武装部门，在一些地区仍然有可能保留有一定力量，还有一定的行政效率和动员效率。它的一些神经节点有可能还可以发挥作用，就像壁虎的那个尾巴被折断了，但是它尾巴这一段神经在一段时间内还能保持活性，所以你看它在地上扭来扭去还能折腾半天。所以不管是波斯人民还是中国人民，能不能够奔赴自由，民间的自组织非常重要，这一点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伊朗这个毛拉政权，它像中共一样，已经根除了社会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力量。那么请问民间还能够自组织起来吗？首先要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客观需要，有没有客观压力推动自组织发生，其实是有的。在战争当中，城市有维持电力、维持自来水这种基础民生设施的需要吗？而且还有食品、药品、燃油这类基础商品的流通需要有物流和交易分配的需要。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没有现代化城市了。如果轰炸持续下去，政府官员都跑光了，那请问这些事儿谁来办呢？就算公务员不跑光吧，但是政府被打瘫了，没人给他们发工资了，他们也得想办法找活路，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社会就获得了通过自组织重启的机会。那么请问伊朗民间有没有这种可以接管社会的潜在力量呢？当然也是有的他们是谁呢？就是商人团体、基层军官团体、技术官僚和工程师团体。伊朗的巴扎商人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它是一个历史悠久又非常成熟的社会阶层。他们有强大的行会，又有家族网络关系，他们搞出一个自治机构，维持基本民生商品的物流和交易是有可能的。还有基层军官团，他们本身也在贫困化，也被通货膨胀所伤害当中央财政断了以后，没人管饭碗以后，他们和其他社会团体合作，别人出钱，他们当保安来维持社会治安，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再加上技术官僚和工程师团体，他们可以提供管理社会的经验和技术，再加上什么社运人士、媒体人等等有影响力的人士，伊朗民间自组织的条件是有的。但是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呢，确实需要美国和以色列为伊朗人民 buy some time得为伊朗人民争取点时间，让反抗的小火星不至于刚一冒头就被扑灭了，得让伊朗的民间人士敢去冒点险，然后一看还行没出什么大事儿，他们才会有更加大胆的举动嘛。那就需要让伊朗的警察部队、内卫部队，还有那些持枪自干五，什么巴斯金民兵，得让他们也被削弱了才行。真正的难度其实是在这儿，特别是那些骑小摩托车的持枪自干五、巴斯金民兵，他们是忠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军事组织，他们是这2个月在社会上制造恐怖的一股重要力量。对待他们呢，难度就大一些不像对领导人那样可以准确的定点清除。而且这伙自干五他们行动的主动性比较高经常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自己也干。而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还没有针对这伙人的明确计划。川普的行事风格是比较糙，指定粗框架，先干了再想。川普的重点是对伊朗做无害化处理，得把他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归零。至于说接下来伊朗社会怎么转型，他并不仔细去想。前2步目标达到以后，川普就可以宣布胜利收兵了。至于说接下来伊朗社会军阀混战还是顺利民主转型呢，他并不太看重。但是伊朗一定不能再有一个反美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搞出一个马穆鲁克苏丹，这种事情川普肯定是不会允许发生的。所以上面讲的阻碍伊朗人民自组织接管社会的障碍应该如何扫除，现在没有别的辙，只能够等待这个局势的发展再去看卡在这里迈不过去的风险的确也是有的。其实社会自组织从来不是问题，中国社会也一样，没了共产党，商人团体和技术人才，他们也可以成为社会自组织的节点，也可以成为驱动力量。他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会这么去做。问题总是在于这个专制政权涣散以后，他们留下的枪杆子和刀把子到了谁手里，而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良性转型能够起到怎样的破坏作用。所以也真的希望伊朗人民和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这一回能够给出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对于中国人民也有很强的借鉴作用，也为共产党的崩溃指明了方向。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今天谈到了伊斯兰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比如马穆鲁克这种独特的组织，没有时间细说，所以我想在明天星期四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把这些延伸的话题聊一聊。伊斯兰帝国为什么快速兴起，又为什么迅速衰落了呢？马穆鲁克这个怪胎到底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些话题我想明天放在会员网站上来聊。那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